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？灿烂后的平淡，谁欣赏？心慌意乱，原来也是一种成长。慢慢等时光找出答案，终于明白了一座一座的山，是为了坚定最坚定的信仰。演出的陪伴，孤单聚散，黑点寒，化成了温柔的倔强。岁月的温柔多倔强。你的意思是？我是你儿子的女朋友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刚好在附近，就过来看看咯。这一位是你女朋友啊？怎么之前没听你提起过啊？哦，我本来想找个时间约她跟你们吃饭的。好啊，反正今天我有空，就今天吧。今天可以。改天吧，我有事跟她谈。我们先走了。拜拜，杨哥。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谈啊？你来找我，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呢？我就是刚好路过，想给你一个惊喜啊。怎么想见你还要事先跟你说的啊？不是，哎呀，不管怎样，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我想公私分明，不想让人觉得我不专业。就只是这个原因？是啊。那我去找你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很见不得人吗？不是，是你来的不是时候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不是时候？总之以后你少来就对了，不然就先跟我说一声好不好？算了，我以后不打扰你，可以了吧？以诚，以诚，贝贝，刚刚怎么这么急着拉人家走啊？不想让我看见你女朋友啊？不是，我有事情要跟她商量，不方便在店里谈。交往多久啦？怎么都不介绍给你二妹和我认识呢？才刚开始，我打算稳定一点再跟你们说。对了，你二妹说你喜欢陈火昌的女儿。不是，她跟老板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。她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她叫 Cora。Cora， 怎么认识的啊？她来上我的课，是我的学生。原来是师生恋啊！怎么开始的啊？是你主动还是他？算是我吧。你该不会是为了应付你二妹，随便找一个女朋友吧？不是，我是真的喜欢她。那就好，下次约她一起吃饭。你二妹要是知道你交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啊，肯定很开心的。以诚，这个 BC 戒指要不要拿去拍卖？卖怎么不卖？这个宝石慈禧太后很喜欢的，很多人会抢着买。可是科研说这个颜色不够浓郁，精度不高，切割也不正。我担心你直播的时候，他会很专注在讲他的缺点，这样就那就不很难卖出去。要让他上直播，以后都不要上。哥，回来了。你不是跟扑克脸吃午餐吗？怎么啦？他为了你吃了火药？
爸，他这个人无理取闹的啊。不可能啊，他看起来很淡定啊。是不是你惹到他啦？我没有，我就是去他店里找他，想给他一个惊喜嘛。结果他跟我说，如果以后要找他的话，要事先预约，不然别人会觉得他公私不分，觉得他不专业。这是什么道理嘛？他说的没错啊。如果让员工看到你们两个在他工作的时候打情骂俏，多少都会尴尬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毕竟那是开门做生意的地方，你就体谅体谅人家啊。没有打情骂俏，我只是去见他而已。怎么连你们都觉得是我的错？我又没有缠着他，又没有不让他工作，怎么他要对我大呼小叫的呢？这么委屈，干脆就把他甩掉。反正你们现在又不是爱到要生要死的，赶紧把它分一分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啊。说人家口不对心，看看你自己。哥，你当我女儿可以任性，可是你现在是人家的女朋友，要识大体，给扑克脸一点面子，她也是要面子的。好了好了，最多以后见面就打电话预约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哎，哥，你最近有没有看到艾美啊？没有哎，好几个星期没有看到他了。最近一次打球他也没有去，好像是找到新工作，有点忙。怎么了？他好一阵子没有来换票了。我看你还是打电话给他吧，因为我发简讯给他，他又不回。如果他不换票的话，东西就会流荡了。这样说来，好像真的很久没有看到他了。以前他都是很准时的。对呀，他不是说那个手镯对他很重要吗？还说今年内一定要把它赎回来。没有接，可能是工作真的很忙吧。那你迟些再打吧。那是他妈妈的传家宝，他不会忘记的。董事们对你的设计很满意，尤其是这组，只不过成本有点高，一般年轻人可能消费不起。这是主打商品，如果换掉就太可惜了。那我建议把主饰换成托帕石，配钻照旧，设计维持不变。有指定颜色吗？无色和粉色比较畅销，先设计这2款吧。好，我回去修改，晚点再传给你。我想要定制一套首饰，你可以帮我设计吗？给一个重要的人。不过我要用蓝色托帕石。蓝色托帕石象征爱情，你选的颜色已经告诉我答案了，给女朋友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请你不要生气，是我的错，请你听听话好不好 ？Sorry。成长结白分忧，如果有什么说不出口，请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会用心去感是我不对，请不要不理我。最得意的是算你还有诚意。不如意的时候，最假的笑意，你交的愁，都已住进我的眼眸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让我生气？属于我们的小宇宙，学会张开双手，只要把全守候，所有的所有。
知道以后的以后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老板，怎么不接我电话？我的电话在充电，没留意啊。以诚呢？睡了吧？以诚，以诚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你那么晚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啊？你们都不接我电话，我担心吗？这个送给你。你不是说莲花代表对不起？你们要吵架还是打情骂俏，请自便。不过不要吵到邻居，我去睡了。爸爸晚安。晚安。既然你没事，那你回去睡吧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这个时间跑来把我吵醒，你就要这样走掉啊？不然怎么样？你要对我的肚子负责。啊？我饿了啦，我们吃宵夜去好不好？好啊。怎么不吃啊？你说你饿，那你多吃一点吧。那你呢？看着我就饱了。我还以为你不想见到我呢。白天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那样对你说话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难过了一整天呐，你现在就对不起，就要我原谅你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亲我。什么？现在？这里怎么了？哦，知道了，不方便嘛。那你原谅我了吗？你不原谅我，我再来一次。好了，吃你的东西啦，我早就不生气啦。真的。真的。儿子，你吃吧。我有东西给你看。这不是海蓝宝吗？是蓝色托帕石，市场上有人把它当作海蓝宝在卖。不过仔细看，你会发现它有2道折射光，放在显微镜下对比，海蓝宝会显示蓝色和绿色，但是托帕石呢只会显示蓝色。它们是不同的东西，而且价格也差好几倍。这个我知道。不过托帕石的颜色也挺梦幻的嘛，而且净度也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它的内含物少，几乎无瑕疵，而且经过辐射和热处理之后呢，色泽很漂亮，很受女性喜欢。真的很漂亮，是你们公司的新产品啊？这一款是非卖品，是我请 Coragy 特别为你定制的，你喜欢吗？特地为我定制的，我喜欢。我还以为你要送我海蓝宝呢，那个不是比较稀有吗？哦，海蓝宝虽然比较珍贵，但是蓝色托帕石象征真挚的爱，我觉得更有意义，价值更高。我跟你开玩笑的啦，你送我什么我都喜欢。
这个真的是独家设计啊？我刚刚跟设计师谈过了，绝对是独一无二。对了，我今天见设计师的时候，碰到一个人，长得很像你那个房屋经纪的朋友。哦，艾梅啊，你们在哪里碰到？酒店。可是他的穿着跟之前完全不同，穿得很性感，还化了浓妆。跑去哪里了？我联络你很久了，懂不懂？工作忙，是不是又回去做那份工作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我爱穿什么是我的自由。我已经跟你说我很累了，你回去了好不好？你好不容易脱离到那日子，为什么要再回去？你需要什么帮忙，你跟我说，我可以帮你的。我不用你帮忙。我已经说了我很累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我们已经分手了。分手了？什么时候分手？为什么会分手啊？答案在这里，自己看。要不是有人转发给我，我还不知道他以前做过这种事。我都不知道是他第几个男人。这些都是以前的事情，他改过了，他现在不是这样的。但他不应该隐瞒我，你知道我很没面子吗？我跟他没有瓜葛了，不要再来找我。那你的。艾梅啊，我那天在酒店看到她，就是这种打扮。那应该是他没有错了。这个是艾美以前当手下 escort 的照片，她帮自己取名叫阿优米。她怎么会变成这样啊？真不理解这些网友到底想怎样，故意翻人家的旧账。每个人都有过去的嘛，难道他们就没有做错过事情吗？干嘛这样批评人家？培优小姐转战房地产，代客看房，顺便开房。还有比这些更难听的啊！这些躲在屏幕后面骂人的人真的是太过分了，他们真以为自己是圣人呐！网上有很多这种不负责任的评论，不用太认真。但为什么他当初要做这个啊？艾美呢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收入很少，可是呢，她又很喜欢买名牌。买东西啦？这么贵你还买啊？有折扣啦！上个月啊，你刚买了一堆鞋子，还有衣服，还在橱里面，到今天还没有拿出来穿，你还跑去买这么多东西？女孩子永远都是少一件衣服，少一双鞋的嘛。那也不需要买那么贵的。我们不是什么有钱人，这些钱我们是花不起的。我们就是穷，所以才要穿得体面，人家才会看得起我们。
你要去哪里呀？不要那么晚回来。那个时候的他完全没有体谅自己妈妈的辛苦，买名牌买上瘾了，完全没有办法控制。没有过多久呢，就把家里的钱花得七七八八了，还欠了一大堆卡债。这些钱是我辛辛苦苦帮你存下来的学费，你竟然花到1分钱都没有，还欠下这么多债。你看，怎么还的？大不了就不要读书喽。谁说读书一定赚得到钱？你不读书怎么会有出息？放心，我一定会过得比你好。好什么好啊？你欠下这么多债，这些钱我们要怎么还？还不了不就不还喽，了不起我坐牢嘛。他真的这么说？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教他了。他真的是越大越不懂事。如果去坐牢能够让他乖一点的话，那就由他吧。你真的舍得的话，就不会拿你的宝贝手镯来当了。可是问题是，我把我这个手镯拿去当，也还不清所有的债。我自己又没什么储蓄，我们家也没什么珍贵的东西。我打电话给所有的亲戚朋友，向他们借钱，一个两个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大圣，这个手镯真的不能再算我多一点点吗？再多也救不了你的女儿的。那就多1000吧。谢谢你，大圣，真的谢谢你。我看过那个手镯，种水都很一般，老板开的价都可以买一个冰糯种了。爸爸当然知道啊，可是这个关系到一个年轻人的前途，你也知道他的，他怎样都会帮忙的。那艾梅的债务问题应该解决了吧？解决是解决了，不过他为了赚更多的钱，还是走上那条路。你是说 social escort？ 其实开始的时候他很挣扎的，但是手镯他还是没有赎回去啊。他赚得多，花的也多，很快的又像以前那样到处挥霍，就把手镯的事情忘记了。艾梅为了买名牌，每天早出晚归的，甚至有时候连家都不回了，在外面过夜。一整个晚上没有回来，到底去了哪里？哇！发了简讯给他也不会回复的。一整个晚上，你到底去了哪里了？我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你就是不听。起初，他妈妈以为他是在忙功课，结果不回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他就开始怀疑他了。你干嘛乱放那东西？你包包怎么会有这些东西呢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在外面跟人家睡了？是又怎样？钱好赚啊！你为了钱，你出卖你自己的身体，钱真的有那么重要吗？还不是要怪你，遇到孩子要什么有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自己赚啊！我今天如果不打醒你，我就不是你妈妈。你生我，你又养不起我，你凭什么教训我啊？我为什么会有你这种妈妈？艾梅的妈妈就一病不起，
撑了大半年之后就去世了。艾美一直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妈妈，然后颓废了好一段日子呢。好不容易才想通，才跑去当房屋经纪的。如果他妈妈现在知道他已走回老路，肯定很心痛。他好不容易才开始新的生活，为什么要走回那条路呢？也许是因为事情闹大了，他也没办法继续当房屋经纪。可是还有其他选择啊。他现在这样，不是辜负了他妈妈一番苦心吗？他会不会有其他苦衷？我们不是当事人，又怎么会知道？你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谈吧。这条手链我估价400块，加多一点吧。已经很高了，你外面是找不到的。那好吧。好人，来帮我开单。哦。I see, please. 喂，哎，是，那好，我老地方见。好人，我出去一下。哦。昌哥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去见一个老朋友，很快回来。哦。Cindy，让你久等了。昌哥，我会来，刚才到。怎么没交东西吃？等你来啊，才几点？哎，对，你的支票准备好了。你这人是怎么回事啊？整天找男人要钱，你是吸血鬼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再缠着我的昌哥，要不然你的下场就会跟他一样。梅姐，你干什么？这些钱是他应得的。什么应得啊？你们都已经分开那么多年，更何况他没名没分，你为什么要给他钱呢？我跟你说哈，这些钱都是昌哥的血汗钱啊！你有本事找其他男人要，他不是你的 ATM， 滚啊你滚啊滚啊！哎呀，梅姐，你不要闹了，她不是我女朋友，她是我请来的私家侦探。昌哥，对不起啦，我真的不是有心的，我真的以为他是你的老情人，得寸进尺，我的反应才会那么大的。我不是有心让你丢脸的，你就原谅我，对不起啦。算了，我就知道你大人有大量。不过其实请私家侦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他是老情人啊？有些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么神秘，连我都不能知道啊？我在帮阿哥找他的亲生妈妈。找就找啊，为什么要偷偷摸摸的？难道阿哥的亲生妈妈见不得人啊？反正这件事情我暂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阿哥。你放心，只要你一句话，我一定帮你保密。只是你为什么突然想找回他妈妈？阿哥长大了，可能过多几年他就要结婚。我是想让他有爸爸妈妈看着他出嫁。你还要骗我啊？我们认识了多少年呐？你还不跟我老实？如果你不跟我讲真话，我就跟阿哥讲说你要找他妈妈。哎，不要说啊！好，我告诉你，但是你要帮我保守秘密。我有病，医不好的。
他离开这里之后，就一直待在台湾。几年前嫁了台南一个小开，对方是做餐饮生意的，在当地也算有头有脸。她生了孩子之后，就当全职少奶奶，生活过得很不错。你确定要把她找回来？怎么是你？进来吧。来啦！哎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新工作，是不是？你都已经知道答案了，还问？不好意思啊，让你失望了。你是不是因为网上那些人你才这样的？是又怎样？花这么多钱布这个局，你就只想问这些啊？不然呢？你又不肯见我，我不这么做，我要怎么找到你？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苦衷好不好？会有什么苦衷啊？我喜欢做我就做咯。你这样不是让那些人得逞吗？如果换作是你，你被人家羞辱、骚扰、恐吓。这边是向北那个自然保护森林，所以如果你是喜欢跑步啊，如果你自己没有煮饭的话，想要打包食物的话，也是很。你没事吧？发生这种事情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说？一定会有其他解决方法的，不一定要回来做这份工作啊。我就是无药可救，你们所有人都看不起我，我努力给谁看啊？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要怎么用，我的事，我现在很好。你的人生要自己负责，不应该被别人的三言两语左右。我现在就是没有在顾别人的三言两语啊，我爱做什么，我开心我做。你确定你现在开心吗？你真的喜欢这份工作？你有没有想过你妈？她会有多难过、多心痛？人已经死了 ，Who cares？ 怎样？还有需要服务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走了。艾梅啊，艾梅。我的女神不开心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不要管我。怎么可以不管？有神秘礼物给你。放心，不用钱，吃了之后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吃啊！
你来干嘛？我想好好跟你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以前每年的这一天，师父都会带你来这里。后来你不在，他也都风雨不改，直到他过世为止。你如果真的把他当师父，就不会做这么多对不起他的事。你一直避开我，就是因为觉得我对不起他。不是避开，是我不屑见到你这个欺师灭祖、背信弃义的家伙。你为什么会对我有这样的误解？我敢说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无愧于师父。我一直在尽心尽力守着他的店，等你回来。把店搞成这样，还敢说尽心尽力？你能够撑到今天，只能说是走运。可是运气，总有一天会用光的。我最近的运气的确不好，一大堆麻烦找上门，就连老朋友也捅我一刀。你当初如果答应让我们收购，今天你就不会把自己的响当当搞得这么狼狈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当初让你收购响当当，就不会发生老赖那件事？该不会整件事和你有关吧？反应还是那么敏锐，难怪我爸那么器重。你们集团出高价收购他的店，而且不早不晚，就在我们店里被骗的那几天，你觉得我有可能猜不到吗？可是我真的不明白，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响当当？那可是你的主业。你还记得那是我的主业？那为什么当初你趁我不在，把整间店给吞了？店是师父临终前交给我保管的，他交代我，等你回来，一定要亲手还给你。谁知道你突然人间蒸发，我们都以为你死了。明明是你看我爸病得神志不清，天天给他洗脑，他才会把店交给你。眼见为凭，这就是证据，自己看。但连师父知道，他已经活不久了，一直等不到你回来，才会把店暂时交给我。抽屉里的钱包，拿给我。这样。你给我1块钱。那。从今天起，响当当就抵押给你了，以后这间店就靠你了。师傅，怎么可以？不可以啊！你先别紧张，只是先抵押给你。我答应过阿丽，这店会交给他。不过，他这一副德行，迟早会把店给败了。我希望你先帮我看住店，等哪一天他真的定性下来，你就让他再赎回去吧。你再等等吧，我已经在打听他的下落，他很快就会回来了。到时你再亲手交给他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不能再等了。你是我唯一信任的人，难道你连最后一个忙都不肯帮师父吗？我是会看错人的，不会看错人的。师父交代我的事，我一直记在心上。店，你随时可以拿回去，不必大费周章，
搞这么多动作？这一种鬼故事你也编得出来？陈火成，你真的是卑鄙无耻！当初你根本就不想把店还给我，还把我逼得走投无路。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按照师傅的意愿，帮他保管这家店。不要拿我爸当借口。当初我跟你把店要回，你不但羞辱我，还巴不得我死。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也不会跑到缅甸挣扎求存，还差点没命。这一些账，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。是你自己不长进，怨得了谁？如果当年把店交给你，响当当早就完蛋了。够了！我不会让你有机会往自己脸上贴金的。告诉你，我会凭自己的实力把店拿回来。你等着吧。响当当换了防盗门之后，生意慢慢回稳，而且还多了不少新顾客。他们最近的直播似乎也做得不错，以前做一次都卖不出一件东西，现在几乎每次都能把手里的货卖完，业绩增加了不少。那种不入流的买卖也能赚钱？老板，你看。绝版了呢！10000里挑一的钻石，代表你和你的伴侣呢都是。他们一起做直播啊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多久了？大概有3、4个月。程以琛，程火昌的女儿。对。竟然骗我！绽放多少烟花才灿烂？灿烂后的平淡，谁欣赏？欣赏过的风景早已模糊不堪。所谓快乐悲伤，是否不再一样？拥抱多少失望才勇敢？勇敢并不代表不心慌，心慌意乱，原来也是一种成长。